大家好，今天的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资本增值。就是现在很多华人朋友们的话，在这里购买很多的一些住家的，或者是房屋啊，就是投资房啊，可能一般都是民宅的那种投资房。当卖掉的时候的话，可能就有很多的一些税务可能需要去考虑有些人就很多忽略，或者是在买的时候就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税务会产生，可能在不同的结构去购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税务产生。然后呢，我今天的话就想和大家系统的分析一下，希望的话对你有帮助。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说在卖掉物业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房子的时候，房产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资本增值。OK， 那这个资本增值税是在什么时候会产生？那第一点，大家需要去确定的是这个房产一定是投资房，这个才会有一个资本增值税。什么是投资房？就是你买了这个物业以后的话，这个房子是这个去出租的一定要是租给别人。OK， 如果你这个房子的话是自己自住的有些刚刚来的华人朋友们，他买了物业，他还以为这个要交税呢。就是如果是自己进去住，其实这样的房子的话，你卖掉以后是不需要交税的，除非您是没有拿到澳大利亚的公民或者是澳大利亚的永居，这样的话您可能是有一些税务的需要去产生的。但是如果你有公民和永居，那你又是自住的这样的物业的话，你购买下来的话又住进去是不用去缴税的。第二点，可能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是说，房子在购买了，如果你这个是投资房，购买了超过12个月以上 ，OK， 那这购买的时间也非常的关键。你说这个12个月怎么去定义？因为12个月的话，你可以考虑是说，我这个房子购买的时候的话，它购买也会签一个这个时间，然后呢，在过户的又是一个时间。那怎么样去定义这个时间？我是否是超过12个月？是这个过户的这个时间来计算的买和卖的这个时间呢，还是你签合同的？我这边要强调，就是说，在你算这个12个月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合同的这个时间，也就是你购买的这个时间和你卖掉这个房子的时间来计算是否是有超过12个月。如果你这个投资房持有了超过12个月，你的物业的话有一个资本增值的50%折扣。那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你买的这个房子是50万 ，OK， 过了12个月以后，可能涨到了70万，或者是12个月以上2年涨到70万，然后也就你超过了12个月，这个增值的这一部分是20万，对吧？70万减去50万，那也就是说，你20万里面有10万块钱是不用交税的。OK， 就是免税的。那另外10万的话，就需要放到你的个人税表去交税。你可能会有一些工资收入或者利息收入，然后它是把这个资本增值的这个10万累加到你的个人税表里面去，看你的税率的这个段是在哪一块，是37%呢，还是45%呢？就要根据你的税率段，然后进行纳税。那当然了。如果你的这个物业是放到有限公司名下，那有限公司的话，在澳大利亚是只交30%的税，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是固定的。但是有限公司有一个很不好的方面，就是说，即使你的物业持有了超过12个月以上，你也享有不了50%的折扣。也就是说，你这个70万减去50万的20万，是整个20万都要交30%的税，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物业没有持有超过12个月，在12个月之内你就把它卖掉了，那你的这个50%的折扣是享有不了的。也就是说，你这个20万，整个20万也要放到你的个人税表里面去交税。OK， 所以的话，在你去要卖掉这个房子的时候的话，你可以考虑，如果是刚好是在这个时间的左右，尽量是超过了12个月你去卖这个房子，这样的话你可以省掉不少的税。当然，这个是在增值的情况下，如果不增值是一个亏损，那你也没有任何的税务可谈了。
啊。然后下一点的话就是关于如果是海外人士，也就是说你没有拿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公民或者是那个永居，那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那个交税的形式呢？原来的话，对于海外人士的话，他在这儿购买，如果是自住，可能还能享受到免税。但是从这17年5月份以后的话，这个海外人士如果就像学生啊、一些技术签啊，他在这儿买的房子以后，他如果是自住，他也享有不了这个免税了，可能也需要去纳税。而且海外人士是不享有这个50%的折扣，这个是从12年5月份开始就不享有这个折扣了。在12年5月份之前，这些海外人士也是可以享有。当然了，你能看到这个税法，它其实对海外人士的免税其实已经缩紧了，然后有很多的局限性，所以的话大家需要去注意。然后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你要知道，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增值的房产，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房子变现，也就是你没有卖掉，那这个房产增值的这一部分是永远也不用纳税的，至少是现在的法律是这样的，好吧？那希望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资本增值，对于你在售房的时候，对税务上有一些帮助。那当然了，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跟我联系和交流，也欢迎扫一下视频的右下方的微信号，然后和我联系，谢谢。